第76章寻找异常。克莱恩没回答对还是不对，停住走向卧室的脚步，平淡说道：“那是问题，对，问题，没有根据，纯属污蔑的问题。而且我也做了否定的答复。”达尼兹欣喜回应，并着重强调了自己从未承认。克莱恩轻轻点了下头：“我会向你船长澄清的，澄清。”达尼兹先是呆愣，继而半张嘴巴，表情扭曲。他也算见多识广的人，不再辩解和反驳，强行笑道：“我有什么能为您做的吗？”克莱恩悄然吸了口气，用小丑的能力控制住面部表情，好好监听。是，好的。达尼兹忙不迭答应了下来。眼见格尔曼斯帕罗转身走到了卧室门口，他忍不住又脱口问道：“您不会再找船长澄清了吧？”克莱恩拧动把手，没什么表情的回答道：“好好监听。”说完，他推门入内，在嘴角咧开之前，反手关上了房门。第二天用过早餐，克莱恩换上阔脚裤、咖啡色厚夹克，戴好鸭舌帽，变了个模样出门，留下达尼兹一个人在房间内守着无线电收报机。途中，克莱恩再次变化容貌，愈发像是土著。他找到专门的商店，买了亚麻制成的手套、裹尸布和收尸袋，然后根据浏览祈祷画面时看见的周围环境特征，一路找到了那个桥洞，找到了死在角落、死在泥泞里的那个女孩。因为还处于冬季，天气并不炎热，尸体尚未出现明显的腐化迹象，但溃烂的皮肤和恶臭的味道依然让克莱恩本能的有点犯恶心。他昨晚没有立刻来安葬这希望活得像个人的女孩，是因为受最近事件的影响，拜亚姆的夜晚管控的异常严格，而且墓园也得天亮才开放。掏出一个金属小瓶，克莱恩倒了点克拉格之油至手上，并抹于鼻端。呛人的感觉侵入了他的脑海，夹杂消毒水般的薄荷味道填满了他的嗅觉，让他清醒的就像刚掉进了漂浮着冰块的海洋里，不再被另外的气味影响。塞回金属小瓶，克莱恩戴好手套，上前几步，蹲到了那具女尸旁。他先展开裹尸布，一点点把对方卷入，接着动作轻柔的将尸体装进了收尸袋里。背负上袋子，他刻意从拜亚姆最繁华的几条街道经过，一直来到城外，沿无法通行马车的狭窄道路登上了海边山峰的半腰。这里有风暴教会和总督府专门为本地土著准备的墓园，而来这里经商、冒险、定居的鲁恩人、因蒂斯人、费内波特人等外来者的墓园在拜亚姆另外一边，背靠树林，平坦舒缓。克莱恩一步步登高，进入了那连名字都没有的墓园，找到了正在打瞌睡的守墓人。“你想怎么安葬他？”守墓人指着收尸袋道：“如果想免费，得等几天。等停尸房的尸体积攒到一定数量，再一起焚烧，埋到同一个墓坑。当然，会有牧师提前安抚死者的魂灵。伍苏勒，他将拥有自己的骨灰盒和一个格子。2磅，骨灰盒加墓地加石碑。不想火葬，需要棺材，可以去那里挑。不同的木材，不同的价格。”克莱恩想了下，拿了伍苏勒的纸币出来，递了过去。“什么名字？”守墓人点数好钞票，拿起蘸水钢笔，态度不错的问道。他其实并不会书写单词，只是要画些符号辅助记忆。克莱恩顿了1秒道：“布迪，布迪。”守墓人低声重复了一遍，并画了个符号。他没有抬头，继续说道：“他可以在格子上拥有一句墓志铭。布迪是典型的罗斯德群岛本地人中女性名，所以守墓人未再搞错性别。”克莱恩默然几秒，低沉开口道：“他是个人，他是个人。真是奇怪的墓志铭。”守墓人小声嘟囔道：“有照片吗？”“我知道你没有。”他话音未落，就看见对方递来了一张照片。那是克莱恩借助仪式弄出的肖像画，完美再现了女孩生病前的样子。为了不被人怀疑，他使用了对应的纸张和一定的技巧，让肖像画就像是一张真正的照片。守墓人略感诧异，但也没多说什么，迅速拿着资料和克莱恩一起将收尸袋抬到了牧师居住的小屋内。等到安魂、焚烧、装骨灰、贴照片、刻墓志铭等事情全部结束，克莱恩深深望了一眼，转身离开了墓园。沿着山路下行时，他看见了整座拜亚姆，海水淡蓝净绿，一望无垠，港口船帆层叠，烟囱高耸，街道纵横交错，人来人往，四周庄园密布，植物众多，远处公路宽阔，铁轨笔直，这就像一幅出自大师之手的美丽油画，充满蓬勃的朝气，有着难以言喻的活力。海浪教堂附属钟楼的顶端，风暴教会枢机主教
带法者高级执事亚恩考特曼正站在边缘，眺望让人心旷神怡的大海和沿海岸线向远处蔓延的山脉。拜亚姆的污染程度相当低，因为采矿、冶炼等行业在岛上其他城市，这里的支柱是香料贸易，是妓院和赌场，是商品的聚集与中转，并不存在成型的工业。取暖煤炭则由于气温适宜，使用的天数很少。海王亚恩考特曼刚收回视线，就看见一位带法者沿盘旋的楼梯跑了上来。考特曼阁下，有新情报。这位带法者以右拳击左胸道。什么？身材健硕的亚恩考特曼转身问道。那带法者将手里的纸条递了过去。反抗军内部的消息，他们得到了卡维图瓦的回应，正在塑造新的雕像。新的雕像。亚恩考特曼展开纸条，快速浏览了一遍。他旋即侧头望向丛林如海的蓝山岛内部，沉吟了下道：寻找群岛海域有异常的地方。他从这情报内确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拿走卡维图瓦遗留特性的神秘人并未离开罗斯德群岛海域，这从对方能伪装卡维图瓦回应信徒就可以准确判断。同时，亚恩考特曼很清楚，死前彻底疯狂的卡维图瓦遗留的非凡特性，不管有没有形成真正的物品，都必然存在严重的负面效果，必然会导致周围区域的异常。而他相信，那神秘人找到正确的封印办法并不容易，即使找到了，回应祈求时也会无法控制，暴露出问题。这就是线索。是，考特曼阁下，风暴与你同在。那名带法者再次行礼。进入拜亚姆城里，克莱恩趁无人注意时解除了无面人的能力，乘坐马车返回至蔚蓝之风旅馆。他刚开门入内，就看见达尼兹表情古怪又凝重地坐在无线电收报机前。有收获？克莱恩低沉问道。不，没有。达尼兹抬起右掌，晃了晃手里的报纸。我的赏金提升到5500磅了。这直追钢铁麦维提，这害得他不敢出门散心喝酒，只能老老实实待在房间内监听信号。这升职速度真是让人心动啊！克莱恩一时不知该以什么表情应对，只能没有表情的说道：这只是开始，万磅先生，狗屎！达尼兹心里怒骂，脸上却不敢有丝毫的不敬。那些事情都是格尔曼斯帕罗做的，怎么就涨了我的赏金？风暴教会王国军方那些婊子养的。他强笑摆头，脸部肌肉有些扭曲。克莱恩忍着笑意，没去理他，回到卧室准备补眠。这时他看见一封信突兀出现，从半空飘落，正好掉到自己面前。克莱恩抬起右手抓住了这封信，信使这次连面都不露，丢下就走。克莱恩啧了一声，随手拆信阅读。获得信使有两种方式，一是想好准确的描述，举行仪式，召唤出对应的灵界生物，与他签订死灵契约；二是直接进入灵界，寻找希望得到的信使，在征得他的同意后，与他签订契约，并记录下精确的描述语言，便于以后使用。第一种方法较为简单，却相当危险，因为符合描述的也许是强大的灵界生物或诡异的邪灵，每一次召唤，你都无法完全确定会引来什么东西，而这是占卜难以提前规避的风险。第二种方法的危险在于，你要找到合适的信使并不容易，而且存在迷失于灵界的风险，除非你是旅行家，否则我不建议第二种方法。第一种我可以提供一些经过检验的描述，只要过程准确，危险程度就相当低，但未必是你满意的。另外，契约需要使用死灵领域的力量，你可以用我的铜哨提供，格式包括以下几段。当然，如果你不介意，我可以将一个信使转赠给你，让他与你签订契约。转赠给我？难怪刚才那信使连面都不敢露。克莱恩似有恍然的想着，考虑到拿上个信使做护卫，结果不幸被 A 先生干掉，导致后来的信使对自己越来越不礼貌的事情，他现在心里婉拒了转赠这个好意。用第一种还是第二种方法？第一种容易出状况，说不定当场被召唤来的预备役信使揍一顿，常用的描述不够特殊，信使能力堪忧。第二种，我不怕迷失，可以直接返回灰雾之上，而且灵体状态的我能够动用海神权杖，灵界生物也不怕被抽干血液。得在群岛之外进行，否则会受祈祷声困扰。克莱恩很快有了决断。第77章路遇。有了想法，克莱恩当即打算做一些准备性的工作，那就是探索下灵界，挑选好适合成为信使的对象，等离开罗斯德群岛及周围海域，就带上海神权杖过去讲道理，
说服目标成为自己的信使。一旦迷路或是遇到危险情况，立刻结束召唤，返回灰雾之上，这样基本没有风险。克莱恩思忖了几秒，反锁住房门，开始举行自己召唤自己的仪式。仪式尾声，他飞快进入灰雾之上，但没急着响应，反倒坐了下来，让海神权杖从杂物堆里飞出，落至掌心。他打算例行性的浏览下信徒们的祈求，看有没有需要回应的事情。这个过程中，克莱恩发现部分祈祷其实挺有意思的，因为人类能欺骗朋友、欺骗亲属，却很难在向神灵告解或祈求时保守住最真实的想法，顶多做一些修饰，让他们看起来不是那么坏。一位进入拜亚姆警察局中层的混血儿明显已经倾向于改姓风暴之主，但在告解时却竭力将自己的行为描述成忍辱负重的计划。为了本地血统的美好明天，他只能痛苦地向神灵忏悔，希望他庇佑自己借助风暴信徒的身份，在警察系统里爬得更高。虽然他的话语听起来没有破绽，但他告解时想法的波动、情绪的起伏，都在祈祷画面里清晰呈现了出来，那是一种无法掩饰的感觉。自欺欺人的同时还想欺骗神灵，换做卡维图瓦这条没什么智慧的大海蛇，说不定就信了。我是给他一闪电呢，还是送他10把锋刃？能爬到高级督察位置的混血儿算是非常不错了，留着吧，二五仔也有二五仔的用处。克莱恩举起海神权杖，让其中一颗青蓝宝石熠熠生辉，光芒投入画面，无形的浸透了那位叫做布拉亚的高级督察。这不是诅咒，也不是影响，属于神性层面的标记，几乎不会被别人发现。简单来说，就是单方面的特别关注。克莱恩默默在心里补了一句。他继续浏览，看见一位肤色古铜、头发微卷的年轻信徒祈求神灵让一个叫做张姆的人遭遇风暴，葬身在海洋里。表面理由是对方不够虔诚，心中的真实想法则是，同样是渔民，张姆每次收获都比他多。这都是些什么破事啊？人心真难捉摸。克莱恩先是皱眉，无声自语了一句，继而有了个模糊的想法。无面人要想做到真实扮演，不仅要在外表容貌、习惯、动作等方面没有漏洞，还得维持性格的基本一致，不能做太大的改变。而性格这种东西，每个人都不一样，都存在一定的区别。通过浏览信徒们的祈祷，我等于不用那么麻烦就能见识到不同的性格、不同的心理状况。千人千面的面，不仅仅是指长相，这对我无面人后续的扮演有相当重要的作用，能节省积累经验的时间。克莱恩越来越觉得扮演海神对自己帮助不小。当你真实扮演了一位半神的时候，即使得不到反馈，也肯定能有不小的收获。这属于对高层次状态的体验。克莱恩精神一振，浏览祈祷画面时不再那么敷衍，一幕幕场景飞快过完，他的目光停驻到了一位叫做雷尔夫的商人身上。这位贸易商人赞美了海神重现于大地的奇迹，表示将奉献1/3的身家，也就是价值2万金镑的财物给反抗军，一半作为军费，一半用来重塑神的雕像。其实不用这么麻烦，直接献祭就好了。克莱恩半开玩笑的嘀咕了一句。他想了想，具现出海浪与暴风共存、大雨和闪电齐落的背景，低沉回应道：帮助你的同胞、同伴，就是称颂我的名。那些幼小的羔羊们需要救助、食物和教育。他打算让雷尔夫用2万金镑财富建立一个慈善基金，并广泛向社会寻求捐款，以弥补伤害，营造共识，帮助统治的借口，向有本地血统的孩子们提供一定的食物、衣服和教育。至于反抗军的军费，克莱恩想得很明白，在这有超凡力量的世界里，仅靠殖民地本地人民的反抗是很难成功的，所以必然得依靠福萨克、英蒂斯等外国的帮助。而提供经费毫无疑问是帮助的一环，可惜不能在实践里加一条要理直气壮的去蹭经费，这有损海神的形象。反抗军也不要总想着歼灭驻军，要以破坏交通施设、提高总督府统治难度为主，以打促谈。作为一名键盘强者，克莱恩在类似方面并不缺乏想法。他很快收敛住发散的思维，做了次今天探索灵界是否危险的占卜。得到不算危险的启示后，克莱恩带上黑皇帝牌，自然改变好形象，踏入了召唤之门。进入现实世界，他将需要的几件神奇物品塞入体内，预防万一，然后像上次那样，借助冥想感应到了灵界。一步向前，穿过无形的帷幕，克莱恩虚幻漂浮了起来。他的四周，红、黄、蓝、
绿等色块鲜明叠加，仿佛最抽象的油画。上下左右等属于人类的概念在这里不再通用，如果以类似方式辨别方向和位置，必然会迷失。克莱恩小心又随意地漫游着，时而能看见一轮小孩简笔画般的黄色太阳，时而与静静流淌却没有实质的河流擦身而过。这里还有裸露上半身的扁平女子，长着笑脸的月亮，首尾翘起的独木舟，乱成一团的线球，通向7道进光的蛇形阶梯。在这混乱到极点的世界里，除了灵界生物，各种信息都是以抽象符号的形式复合存在的，所以占卜时得到的只能是启示，需要自己进行解读。而那些象征符号有一定可能活过来，变成非实体的怪物。这就是无法以人类常识理解和看待的灵界。让克莱恩感觉疑惑的是另一个问题，他上次进来时很容易就发现了灵界生物，察觉出一道道不知从哪里注视过来的让人毛骨悚然的目光，什么提着4个脑袋的无头女子，什么黑白分明的浑圆眼睛，什么触手长着骷髅头的巨型水母，都是那么简单就遇上了。可这一次他漫游了好一阵子，一个灵界生物都没看到，就连远处那些难以描述形体的身影也消失不见，仿佛藏了起来。总不可能是因为害怕给我做信使吧？我是精神体直接进入灵界，心里的想法也许会因这里的特殊无形呈现出来，化作隐秘的象征符号，于是和灵界有了交互，被自然而然影响了道路的选择。克莱恩疑惑思考，却怎么也找不到原因。他心中闪过了各种想法，身体忽然下沉，自由落体。落了一阵，克莱恩还是只能看见鲜明叠加的色块和各种各样化作实体的象征符号。这究竟是什么情况？他开始考虑是写信询问阿兹克先生，还是把无线电收报机丢到灰雾之上，沾染气息，以联络魔镜阿罗德斯。自行漂浮之中，克莱恩忽然心头一动，猛地往旁边闪开。他眼前掠过了一抹黄绿，一只巨大到可以将他整个人踩扁的脚掌落了下来，踏入红蓝交错的色块里。那脚掌之上是一条流着黄绿液体的溃烂长腿，整体超过了3米，再往上是缠着尸油绷带的庞大身躯，几乎让周围凝固下来的气息中，那2条流着黄绿浓液的腿交替提升，带着难以看清的躯体飞快远去，消失在了灵界深处。克莱恩立在较远的地方，不敢发出一点声音。终于他确认无事，呲牙咧嘴的想到，灵界真可怕，一不小心就遇到位大佬路过。灵界生物里的大佬？克莱恩摇了摇头，继续自己的探寻。这个时候他已完全不知道自己遨游到了灵界哪个地方。飘荡了一阵，他终于找到些灵界生物的踪迹。就在他准备改前飞为左落的时候，却愕然发现身体不受控制的继续往前，而且越来越快。他的前方凌乱叠加的色块和隐约弥漫的灰白雾气突地裂开，一艘覆盖纯粹黑色的巨大3桅帆船跃了进来。那船只近100米长，3面漆黑的帆布高高悬挂，如同旗帜。它左右两舷有着一个个炮口，甲板上奔跑着忙碌着形形色色的水手。这一切是如此真实，如此有质感，和灵界的整体状况格格不入。但随着那船只完全进入灵界，它的黑色迅速浓厚，染上了几分虚幻的味道。它的甲板上背靠船舱立着张2-3米高的斑驳石椅，椅子上坐着位能与古代巨人媲美的庞然大物。他留着刚过脖子的黑色胡须，头戴高高的尖塔皇冠，身披黑底银边的华丽长袍，脸庞线条坚硬深刻，充满威严，让人下意识就想埋低脑袋。在那略带皱纹的宽阔额头下方，在那高高挺起的鼻梁之上，2只深黑的眼眸流淌着暗红的光芒，倒映出了穿黑色全身盔甲戴漆黑皇冠的克莱恩。而克莱恩正难以停止难以放缓地飞向着他。2人的目光在灵界层叠的色块和各种象征符号之中对视了一下，然后克莱恩直接消失不见。斑驳石椅上的巨人未收回目光，依然望着那里，长久沉默。第78章被薅羊毛的倒吊人。灰雾之上，克莱恩边坐下边拿出了融于灵体的黑皇帝牌，瞬间变回了原本的样子。这就叫一键换装。他边自我吐槽，边回味起刚才发生的事情。他几乎可以肯定，那戴着尖塔皇冠的巨人是五海之王纳斯特，那能航行于灵界的100米帆船是古代所罗门帝国制造的幽灵船黑皇帝号。我一直以为幽灵船单纯是指可以自己航行，不会沉没，更接近于一种奇异生物的船只，没想到
最强大、最顶尖的幽灵船还能虚化自己并漫游灵界，这几乎相当于一位半神了吧？不愧是五大洋上最为出名的黑皇帝号。不排除制造过程中活祭了一位旅行家的可能。最出名的宝藏之一，那艘承载着特伦索斯特帝国最后遗产的船只幽灵帝国是不是也具备类似的能力，所以才无法找到？克莱恩的思绪一点点飘散纷飞，并没有第一时间去想突然遇上五海之王纳斯特的原因。这是非常显而易见的事情，非凡特性聚合定律。虽然黑皇帝牌本身不包含非凡特性，但罗塞尔在制作时不知添加了什么或者铭刻了什么，导致持有者晋升高序列后，可以利用这亵渎之牌，与本身需要的非凡材料产生微妙感应。类似的感应毫无疑问是相互的，感应到别人的时候，自然也会被别人感应到。而在持有者跨过半神阶梯前，则体现为不自觉靠近的命运。这一点，克莱恩深有体会。他始终怀疑灰雾的存在让一些非凡者或超自然事件聚集到自己身边，带着黑皇帝牌漫游灵界比在现实使用更容易导致类似情况的出现。因为现实世界要遵守诸多规则，哪怕有命运的牵引，也得符合逻辑，一点点展开。不是说我在贝克兰德用了黑皇帝牌，五海之王纳斯特立刻就能乘坐幽灵船出现于我的面前，即使他能察觉到那种牵引，也要经历确定位置，穿梭于灵界的过程，好几个小时甚至好几天就那么过去了。如果不能察觉，则只会自然的想着往苏尼亚海航行，往鲁温王国边界靠近。这样的话，几个月几年都未必能碰上。身在灵界，事情就简单了，这里没有远近高低上下左右的区分，位置和距离都非常混乱。五海之王纳斯特或许只是想着去灵界兜下风，结果刚一进入就看见我路过。这不需要遵守现实地理位置的约束和限制，克莱恩若有所思的屈指轻敲起斑驳长舟的边缘。另外，他很肯定一点，自己控制不住的投向黑皇帝号，投向五海之王纳斯特，不是因为非凡特性的聚合定律，这方面的效果体现于命运、感应和渴求，不会那么夸张，否则就不会存在高序列强者了，他们全部都将不由自主的被本途径的唯一性吸附过去。克莱恩感觉得出来，那是一种超凡力量，他扭曲并强化了自己向前的意图，导致怎么都停不下来。这是很简单的判断，当时我就算丢出黑皇帝牌也停不下来。这是律师，也就是黑皇帝途径掌握的非凡力量。克莱恩向后靠住椅背，决定最近一段时间内不再动用黑皇帝牌。这也就意味着他无法漫游灵界寻找信使。如果他不带黑皇帝牌，以本体的形式拿着海神权杖在灵界这充满各种信息、各种启示的地方出没，必然会留下许多线索，随时都有被占卜出来的可能。反占卜、反预言上，阿兹克同少是无法和黑皇帝牌比拟的。真要那么做了，也许我去酒吧买杯啤酒，都会遇到10个知道我拿了海神权杖的人。当然，克莱恩莫雷蒂拿的，和我格尔曼斯帕罗有什么关系？克莱恩自嘲摇头，决定用举行仪式的方法弄一个信使应急，以后再找更合适的。他盖好黑皇帝牌，身影消失在了灰雾之上的神秘空间内。清晨时分，拜亚姆，阿尔杰准备乘坐马车出城，绕路去悬崖背后的斯港。他的幽兰复仇者号正停靠于那里，等待着出航。作为伪装的海盗船长，他不可能那么直接就把船停到慷慨之城的主要港口，那将充分说明他和官方有密切联系。别的海盗同样如此，前来拜亚姆销赃或享受前，得预先考虑好停泊的地点，要么去周围海域的小港口，要么到被背景深厚人士或反抗军控制的斯港。总算没什么任务，可以出港了。先去弄一件神奇物品，既可以增强实力，又能做平账目，然后再去那座原始岛屿狩猎蓝银隼，尽快提升到序列6。阿尔杰刚要走向一辆出租马车，却意外的看见了一道熟悉的身影。前海盗现贸易商人雷尔夫脸色红润的走下马车，眺望了眼不远处的总督府，整个人透着种不正常的亢奋。他这是怎么了？阿尔杰一阵疑惑，主动过去打了声招呼。在他看来，雷尔夫从某种意义上讲也算自己的同僚，都是愚者先生的下属，只不过一个是核心成员，一个属于外围组织。阿尔杰冷静地确定了两人的身份和位置。发生了什么值得高兴的事情？寒暄天气后，阿尔杰主动问道。雷尔夫哈哈笑了一声，挤了下眼睛道：我说我感受到了神灵的眷顾。你相信吗？相信。阿尔杰毫不犹豫地在心里回答了一句。
他压制住好奇，转而问道：“你来这里做什么？”雷尔夫正要回答，眼睛忽然一亮，他环顾左右，确认周围无人后，低沉开口道：“你不是说也信仰着什么？”阿尔杰当初为了和他打交道，谎称自己对海神也有一定的信仰，反正这在海盗间是相当正常的事情，不会引人怀疑。大海之上，恐怖的天气往往比敌人更可怕，所以大部分海盗、冒险家和船员、水手都对掌控类似领域的神灵抱有极大的敬畏之心，多少会信一点。当然，阿尔杰这一次回答的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坚定，因为他知道对方信仰的海神就是愚者先生的化身。雷尔夫满意点头，露出笑容，小声说道：“我昨天得到了神谕，神让我帮助他幼小的羔羊们，我打算为此建立一个慈善基金。这是神的意志，作为他的信徒，我想你肯定很乐意提供一定的帮助他探出右手，等待起捐款。”阿尔杰的表情一下僵硬，短暂竟不知该怎么回应。他目前的财富虽然达到了3245磅，但那预备着要买一件神奇物品，整体情况一点也不宽裕。当然，省一省还是能捐献不少的。如果海神依旧是卡维图瓦，宣称自己也算信徒的阿尔杰肯定会毫不犹豫找个理由找个借口推脱，但现在他必须郑重思考愚者先生有什么深远的意图。注意到阿尔杰的反应，雷尔夫眼珠微转道：“我们要帮助的是那些因为本身血统遭受不必要歧视，过着艰苦生活，难以看见希望的孩子，有纯粹的本地人，也有混血儿。”阿尔杰沉默几秒，从怀里掏出了叠现金，这里有100磅。雷尔夫接了过去，微微笑道：“你的善良必将得到回报，神会庇佑你的。”门板倾斜着盖住入口的仓库内，克莱恩准备好了召唤灵界生物的仪式，周围冲塞起草药和精油的迷幻香味。他担心在旅馆内弄出一定的意外，自身没风险却会危害其他住客，于是又到了之前向卡维图瓦献祭的那个废弃仓库内。至于达尼兹，赏金提升至5500磅的他非常主动的要求留守套房。监听无线电收报机，接下来就是点燃象征自己的那根蜡烛，用经过验证的咒文召唤合适的灵界生物做信使。克莱恩脑海内流淌过戴利西蒙尼那3段式描述和阿兹克先生提供的更多咒文。召唤灵界生物时，第一句必须有徘徊于虚妄之中、遨游于上界等描述，只有这样才能指向灵界。而后缀必须明确要召唤的是灵体，还是具备一定血肉的生物。第2句和第3句则是对目标较为精确的描述，但受格式限制，无法用更多的语言来确定。所以，最终会召唤过来什么东西，仪式举行者是难以提前预料和占卜出来的。这种情况下，用别人验证过的那些咒文，风险相对会小很多。等签订好契约，将第3句描述改为独属于谁谁谁的信使、谁谁谁的契约伙伴后，3段式描述就能精准的召唤出对应的信使了。我的信使要跑得非常快，否则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被有恶意的其他灵界生物干掉了，导致重要信件遗失。克莱恩念头急转，有了确定的想法。他退后一步，用古赫密斯语道：“我以我的名义召唤，徘徊于虚妄之中的灵，可供驱使的友善生物，超乎想象的急速者。”呜！风声乍起，蜡烛染上了阴绿，四周一下森寒。克莱恩发现一道模糊的身影冲了出来，快得看不清具体的样子，然后他就再也找不到那个家伙了。第79章招聘会，这也太快了吧？难道已经绕这个星球好几圈了？或者他一直在原地？只是速度太快，我的视线完全跟不上。克莱恩嘴角微抽，决定等待几秒，看那超乎想象的急速者是否还会出现。他并不担心召唤出来的这个灵界生物会危害无辜者，因为描述之一就是友善生物，而且只要他强制结束召唤，终止仪式，那不管超乎想象的急速者跑到哪里，都立刻会被送回灵界。几秒后，什么也没等到的克莱恩吸了口气，用古赫密斯语开口道：“我以我的名义结束这次召唤。”周围的森寒瞬间消失，打旋的阴风逐渐平息，蜡烛的火光随之恢复了正常颜色。克莱恩上前几步，熄灭掉烛火，打算修改最后一句描述，做第2次尝试。至于徘徊于虚妄之中的灵，可供驱使的友善生物2句，他不打算更改。第1句指向灵界，只能做同意替换，改或不改都可以。第2句则是克莱恩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否则刚才就不是搞笑事故，而是恐怖故事了。
不用超乎想象来修饰急速者，但其他的又未必满足我的需要，也许可以换个思路，信使不一定要跑那么快，正常就行，保障安全还有另外的办法，只要让那些有恶意的家伙总是忽略他，不重视他就行了。这次试下存在感不强的灵界生物，克莱恩斟酌了2-3分钟，再次举行起仪式。做完前置工作，他诵念出了新的咒文：我以我的名义召唤，徘徊于虚妄之中的灵，可供驱使的友善生物，容易被忽略的若存在者仓库内顿时变得异常安静，灵性之墙中没有刮风，没有变冷，就连烛火的颜色都未曾改变。克莱恩耐心等待着，注视着，希望能得到一个好的信使。10来秒过去，他叹了口气，环顾一圈道：什么都没有，这次的描述不起作用啊。他不再等待，按照流程结束了召唤，熄灭掉蜡烛。让他略感疑惑的是，那蜡烛的火苗最后摇晃了好几下。我是不是忽略了什么？克莱恩眉头皱起，旋即舒展，将这事抛到了脑后。他重新琢磨起怎么修改描述的问题，依然是针对第3句。再换个思路，信使如果特别能挨揍，生存能力超强，那也是可以的。不管怎么样，能把信送到目标手中的都是好信使。克莱恩沉吟了一阵，第3次举行起召唤仪式。草药和精油的香味里，昏黄烛光的映照下，他脸上阴影浮动，嘴巴张合不定。我以我的名义召唤，徘徊于虚妄之中的灵，可供驱使的友善生物，生存能力极强的超凡者。蜡烛的火苗腾的一下拉伸，照得祭坛内明亮而赤红。克莱恩的灵视中，一根根白骨从地面钻出，层叠在一起，化成了个保险柜式的生物。总算召唤出可以看见的东西来了，而且是生存能力极强的那种，很像保险柜啊，一看就非常能挨揍。克莱恩舒了口气，用古赫密斯语道：你愿意成为我的信使吗？那箱子一样的白骨生物很快给出了愿意的意念，然后他蠕动下方的白骨，向克莱恩爬了过去，慢腾腾，慢腾腾。他用10秒钟爬了1厘米，这也太慢了吧！克莱恩的笑容僵硬在了脸上。虽然信使是通过穿梭灵界来完成使命，但并不意味着他们不需要速度。灵界内，距离和方向都是混乱的，最重要的是定位和寻找定位。只要提供了准确的、清晰的、及时的定位，例如刚才的召唤仪式，例如相当于简化仪式的吹响铜哨，那无论信使在灵界哪个位置，都能立刻出现在祭台内。而当定位不那么及时，只有契约联系或之前锚点时，信使需要花费时间分辨定位。遨游灵界，寻找目标，这就必须有一定的速度了。如果他来送信，那收信人这一生都未必能等到。克莱恩望着慢腾腾前爬的保险柜式白骨生物，心中无奈想到，他让刚才的笑容重新浮现于脸上。经过认真的思考，我认为还是不能麻烦你。感谢你的愿意。那虚幻白骨构成的生物停了下来，和刚才相比，就像没有动过一样。克莱恩迅速解除召唤，揉了揉额角，他一时有点沮丧，决定自暴自弃，用不那么麻烦的办法寻找信使，那就是公开招聘，面试挑选。吸了口气，克莱恩平稳住心态，认真举行起仪式。望着静静燃烧的烛火，他退后一步道：我以我的名义召唤，徘徊于虚妄之中的灵，可供驱使的友善生物，愿意成为我信使的独特存在。灵性之墙内，风声一下激烈，克莱恩的半高丝绸礼帽险些腾空而起。烛火摇摇晃晃，膨胀至人类脑袋大小，苍白到仿佛失去温度。一个半透明的脑袋就像突破薄膜一样缓慢钻了出来，头发淡金顺滑，眼眸猩红如血，长相明艳大气，有点眼熟啊。克莱恩无声嘀咕了一句。那脑袋完全钻了出来，后面跟着的却不是脖子，而是捏着他发尾的虚幻手掌。手掌之后是花纹繁复但色泽深暗的袖口。召唤来的灵界生物钻出的速度越来越快，很快就完整呈现于克莱恩的眼中。这果然是一位熟人，正是克莱恩去卡维图瓦海底遗迹途中遇到的那个站在城堡顶端的无头女子。她不再像之前那么巨大，堪比城堡，她现在只是个身材高挑的普通女士。当然，她的颈部依旧只有切口，手里提着4个一模一样的脑袋。是你在召唤我吗？穿着阴沉繁复黑裙的无头女子安静立在那里，垂下去的4个脑袋依次开口，
用的是古弗萨克语，可以直接用语言交流。这灵界生物的层次不低啊！我记得你有城堡，多有产业了，怎么还来应聘信使？克莱恩先是感慨，继而吐槽，接着眺望了下无头女子后方的烛火，失望的发现再没有别的魂灵出来。他原本以为会有不少愿意成为自己信使的灵界生物蜂拥而至，排成几排等待面试，结果回应者只有一个，应该是这仪式本身的问题，这属于较为简单和初级的召唤仪式，不可能一次召唤来多个目标。克莱恩看着那位无头女士，郑重点头道：是的。不等对方开口，他又补充问了两句：你能速度较快的遨游灵界吗？你生存能力怎么样？那无头女子手里提着的脑袋依次回答道：可以，还不错。说话间，她往上飘起，又迅速落下，展示了一番。呼，克莱恩决定不再做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的尝试，认真问道：你愿意签订契约，成为我的信使吗？无头女子裙摆微动，金发红眼的四个脑袋同时点头。可以，每次一个金币啊，送一次性一个金币。阿兹克先生没说灵界生物会有这样的爱好啊。对了，他提到签订契约时尽量以说服和交流为主，这就是说服和交流的一种形式。克莱恩惊讶的想立刻解除召唤。等等，不一定由我出啊，谁召唤信使谁付钱。嘿，说不定沟通的比较好之后，还有到付这个选项。思绪电转间，克莱恩同意了对方的要求。好，我们签订契约吧。他拿起早就准备好的暗红原副钢笔和黄褐色羊皮纸，用能撬动自然力量的古赫密斯文飞快书写起契约，其中的格式和条款都是阿兹克在信中详细描述过的，简洁有力，包含了信使不能窥看书信、丢弃书信、危害契约者生命等内容。当然，如果契约者的书信内容涉及信使，必须提前向对方说明。这些内容外，克莱恩还添加了送一次性1金币的条款，并明确指出可由契约者承担，也可由书信另一方承担。为了保证契约的效力，最后部分是所属领域神灵的尊名。这是一份死灵契约，正常必须用死神的尊名，但这位死神陨落已久，不再有任何回应，所以阿兹克提到能用死灵领域高位者或冥界本身的描述来代替，只是约束力不会那么强。克莱恩毫无疑问选择了和大佬关系密切的冥界。所有死亡的归宿，深藏灵界的地狱，万物终朽的见证，独属于死神的国度。落下这4句描述后，黄褐色羊皮纸上的古赫密斯文一个接一个燃起惨绿的火焰，照得四周阴恻森然。弄好正文，克莱恩拿出阿兹克铜哨，将它按在羊皮纸上，落款写下了自己当前的名字格尔曼斯帕罗。这不一定需要真名，因为本身气息会进入契约，名字的用途只是用来召唤，也就是说，用独属于格尔曼斯帕罗的信使可以召唤克莱恩莫雷蒂的契约生物不行。等克莱恩签完，那羊皮纸浮了起来，带着阿兹克铜哨和暗红钢笔，飞至无头女子的面前。无头女子提着的一个金发红眼脑袋咬住原副钢笔，落下了自己的名称雷尼特提尼科尔。惨绿的火焰迅速连成一片，裹住了阿兹克铜哨和黄褐色羊皮纸。几秒后，羊皮纸化成了灰烬，铜哨没什么变化的落至克莱恩伸过去的掌心。无头女子雷尼特提着的4个脑袋同时眨了眨眼睛，身影迅速虚幻，缩回了苍白的烛火内。达成契约后，克莱恩无需再用解除召唤的咒文，仅凭本身意志就可完成。呼，总算有个信使了，徘徊于虚妄之中的灵，可供驱使的友善生物，独属于格尔曼斯帕罗的信使。有机会找工匠制作一个类似铜哨的物品，免得每次召唤信使还要举行仪式。克莱恩心情不错的收拾起残局。接下来几天，拜亚姆逐渐恢复正常，但达尼兹依旧未监听到血之上将海盗团的电报。周日上午，他翻看了下报纸，突然压低嗓音对克莱恩道：今晚有个非凡者聚会，要参加吗？第80章1连。非凡者聚会，克莱恩略作思考，就点头回应：可以。密偶大师魔药的辅助材料搜集也该提上日程了，还能看一看能否遇上位工匠。他下意识在心里规划起安排。见格尔曼斯帕罗答应，达尼兹悄然松了口气，难以遏制的流露出笑意。这几天内，赏金提高许多且担负监听重任的他一直没有出门，非常老实的待在旅馆套房里，委实憋闷的慌，恨不得晚上立刻来临。
达尼兹提及的非凡者聚会在香树叶酒吧，这里活跃着诸多海盗、线人和冒险家，是打听情报和购买物资的第一档选择。克莱恩穿着黑色大衣，戴着丝绸礼帽，跟随达尼兹穿过人头攒动、味道混杂的酒吧大厅，进入某间纸牌室，在几个守卫的注视下，给出了约定的暗号，沿隐蔽的阶梯一路下行，来到片宽阔的地下区域。这里和廷根市恶龙酒吧一样，有个贩卖草药、精油、古籍、符咒和各种常见神秘学材料的地下交易市场，但不同的是，此地还有各种各样的枪支和弹药出售。克莱恩甚至发现了属于古董的火铳、铅弹还有卖假身份证明文件、刻假印章的。不愧是海外殖民地，类似的行业比廷根发达多了。等会买一批材料，用来做海神领域的符咒，量大总是会有些优惠的。克莱恩幅度很小的左右转动脑袋，将地下区域内的情况尽数收入眼底。他旁边的达尼兹已经对自己的化妆改扮技术有了怀疑，刻意戴了顶鸭舌帽，将前面压得很低，遮住了小半张脸。此时他非常熟练地引着克莱恩直奔地下交易市场的另外一头，用间隔2长4短的敲击声扣开了紧闭的房门。门后只有一根蜡烛，他在侧墙的灯架上摇曳生姿，洒落昏黄，勉强照亮了这不大的房间。达尼兹指着或悬挂或摆在桌上的长袍、面具等物，对克莱恩道：“这里由自己决定做什么伪装，也可以不做。”克莱恩环顾一圈，目光扫过了房间内的守卫们。我不需要，我现在是王国军方的线人，风暴教会也知道这个身份，没什么好害怕的。如果海盗和冒险家因为我未做伪装产生了歹意，试图袭击，嘿嘿。克莱恩脑海内忽然浮现出一份份赏金一样样收获向自己飞来的场景。达尼兹隐蔽的撇了撇嘴，拿起黑铁面具戴在了脸上，然后他和克莱恩在守卫引领下，通过一条昏暗的走廊，进入了另一个房间。这里布置的相当豪华，地上铺着厚厚的来自南大陆的地毯，墙上只有一个个闪烁金辉的灯架，味道清新的蜡烛弥漫出一重重光芒。克莱恩目光一扫，无需达尼兹帮忙，自行找了个棕色的皮质沙发坐下，往后一靠，翘起了右腿。这里已经聚集了20几个人，有男有女，有罩着戴兜帽长袍的，有坦然露出本来面貌的。根据达尼兹上午做的描述，参加这个聚会的并非全部都是非凡者，还有某些势力的代言人和想成为非凡者的冒险家、海盗、神秘学爱好者。安静的氛围里，时间过得相当缓慢，大概7、8分钟后，坐在安乐椅上的老者直起腰背，交握双手，呵呵笑道：“大家开始吧。”他因为苍老，白发已经稀疏，只剩薄薄一层，但浅褐色的眼眸却不见浑浊，明亮而锐利。聚会的召集者，居利士奥兹尔，以前的知名海盗，现在的香树叶酒吧幕后老板达尼兹微侧身体，压低嗓音对克莱恩介绍道：“他上午其实已经说了一遍，但怕格尔曼斯帕罗未能对上号，事后迁怒自己，秘密被人掌握，真是一件悲哀的事情。”达尼兹在心里叹了口气。克莱恩微不可见颔首，安静的旁观起别人的交易。这里出现了战士、水手、窥密人等魔药配方，但始终无人购买，满怀期待的卖家一次次失望停止。达尼兹瞄了眼格尔曼斯帕罗没什么表情的脸庞，侧身靠拢，低声介绍道：“这个聚会没有公证人，没有强力的占卜者，魔药配方的真实性无法保证。这种东西太容易造假了，而且即使被人认出配方是伪造的，也无法惩罚卖家，因为他也可能是受害者。我知道，这就是魔药配方无法广泛流传的原因之一。”克莱恩放下翘起的右腿，略微前倾身体，嗓音不高不低的开口道：“我需要古老怨灵残余的灵性，他未提6亿石像鬼的眼睛，苏尼亚金色泉的泉水等辅助材料，担心别人据此猜到自己是无面人。正准备晋升密偶大师，在廷根市的时候，克莱恩就依靠辅助材料的搭配，确切怀疑达斯特古德里安是一位准观众，从而弄清楚了他心理炼金会成员的身份。单独的古老怨灵残余灵性则无法推断更多，因为许多死灵领域的仪式都会用到。虽然克莱恩未做伪装，但该有的谨慎他还是有的。”房间内安静了2秒，一道略显沉哑的嗓音响起：“需要多少？”“真的有。”克莱恩控制住表情，未让欣喜外露。他侧头望向说话的人，发现是位有明显本地血统的30来岁男子。对方肤色古铜，却有种长期营养不良或缺少光晒的暗淡，脸庞消瘦，
颧骨突出，眼睛凹陷，白多于黑。一小瓶克莱恩掏出个金属小瓶做例子。那消瘦暗沉的男人沉默了一阵道：“500磅还算合理。”克莱恩本想还价，可眼角余光却瞄到了坐在旁边的达尼兹。我是格尔曼斯帕罗，一个冷酷又疯狂的冒险家。克莱恩将这句话在心里重复了3遍，悄然吸了口气，平静点头道：“好。”他拿出预先准备的那叠厚厚现金，点数出了500磅巨款。那眼白多到骇人的男子从衣兜里拿出一只玻璃试管，随手一扔，丢向了克莱恩。超过1年，灵性就会完全流失，他并不害怕对方接不住，因为就算摔碎了，也不影响材料本身，只是再换个容器的事情。克莱恩右手一抬，准确拿住了那只玻璃试管，看见里面漂浮着一个个灵火般的光点，而当他们触及玻璃内壁时，会诡异膨胀，化成一张五官模糊的脸孔，并张开嘴巴，无声嘶喊。是真的。克莱恩暗自点头，将后世的500磅现金交给了靠拢过来的侍者，由他转给卖家。交易继续进行，大部分流产，少量成功。临近尾声，聚会召集者巨力士奥兹尔笑了一声道：“我有一个委托。”他边说边从衣物内侧口袋抽出张照片，找到上面的人，报酬是1000磅。或者等值的常见的非凡材料，记住，不能伤害他1000磅，这能让绝大部分冒险家疯狂。不知道是找谁，竟然给这么高的报酬。克莱恩毫不意外的看见在场众人都表示愿意试一试。那照片开始按照逆时针的顺序传递，于几分钟后来到了克莱恩的手里。他随意扫了一眼，心里忽然涌现出些许诧异。照片上的女子长得相当漂亮，有一头鲜明的红发和一双碧绿如同宝石的眼睛。肤色不算白皙，但给人健康的感觉。拍照时，她身着一套湖水色的长裙，腰部用结出花朵的缎带收紧，显得异常纤细，脸上看似在笑，可整体并不愉悦，很是别扭。一位家境不错的女孩，谁会花1000磅找她？而且前提是不能伤害她。勉强露出笑容的照片。克莱恩脑海内一下就闪过了多个爱恨纠缠的言情故事，什么霸道海盗爱上富商女儿，将他劫掠到了自己船上，最终又被他逃走。什么破落贵族小姐沦为海盗，失手被抓，与带法者和军方中上层男士上演了一出罪恶之爱，并借此摆脱困境，离开了囚笼。什么新鲜出炉的魔女在给人欢愉的时候，不小心惹上了感情债。类似的想法涌动间，克莱恩险些抬起手掌，捂住脸孔。上辈子小说看多了，在这个世界又因魔女有了心理阴影。他暗叹一声，抬起脑袋，对聚会召集者奥兹尔道：“他叫什么名字？”伊莲奥兹尔简洁回答道：“但肯定已经换用了假名伊莲，典型的英蒂斯女性名。”克莱恩再次问道：“有他经常佩戴的物品吗？头发也行，这是用来占卜寻人的媒介。”克莱恩没提最近穿过还未将洗的衣物也符合要求，怕幕后的雇主丢给自己一件女士内衣，这就比较尴尬了。奥兹尔摇了摇头：“没有。”他具备很强的反追踪能力，他实力怎么样？另外的聚会参与者问道。奥兹尔郑重说道：“雇主没详细描述，只说不算太厉害，但比序列9强。你们不需要抓住他，只要确定他的下落，就能领取报酬。”